今天天气不错，小院的花都开了。从邻居那借来了专业电镐，开始找自来水主管道。自来水公司只负责安装，不负责凿地面，没办法，只能自己来了。装修需要用水电，开通自来水成了首先要做的事情。但是因为不确定主管道位置，装过自来水的邻居也大都记不清了，只能慢慢找了。水管还需要从路面胎槽穿过去，天都已经快黑了。我依然没找到，发了个寂寞，还看不清了。好在路灯其实亮了，那就继续开挖。这时预定的加气砖送来了，邻居开着卡车帮忙卸了货，终于在巴卡沃踩了一下午的地面下找到了主水管。老婆买来了烧烤啤酒犒劳一下。吃完晚饭，趁着车少，先把路面的槽开好，用水平仪找好直线，对准线切过去，最好一边浇水一边切，不会有灰，也比较好切。然后用电镐铲掉中间的部分。监工狗子一直比较敬业，加班保证工程质量。终于在睡觉前搞定了，我的腰也要废了。看看切完的还不错吧？第二天把剩下的槽清理出来，这里都是土，找出很多。第二天师傅们终于来装自来水了，弄了一上午，终于搞定了。下期开始墙体结构改造，记得关注我哦。我这干活时竟然去约会了。带了一个小狗回来。今天开始砌院墙了，新买的半灰机很省力气。准备找平，放线，撒上水，开始砌砖。这是我第一次砌墙，没有经验，想的比做的多。由于地面落差大，想了很久，决定采用分段式找平，参考了安徽特有的马头墙造型，墙体做成台阶式，这样不至于河边墙体过高。监工狗子干活时竟然去约会了，我去带了一个小母狗回来。看我做的还算有模有样吧？因为想的太多，一下午时间才砌了这么点。晚上加个班，接着干。监工都这样吗？还留的狗们怎么样？合不合格？让我检查检查。或者这样，看着敬业一点。白地你挡光了，啥也不是。最上面用水泥砂浆找平，做好的还不错吧？第二天接着把剩下的找平做完。一个人干活除了孤单，还有腰也要断了。还是有老婆帮忙的。砖头成了找平的神器，花了1天半时间，分了3段做完。明天开始砌加气砖。原本商量好的墙体是和房梁队一起砌，男的为了保留墙全砌我这边，砌好后邻居觉得不行，说这样墙是斜的，院子不方便，要裁掉。我有考虑不周，你就裁呗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全裁太麻烦，整条墙都是斜过去的，于是就裁几段。计划着第一段找平的意思，重新在我这边砌一道立砖，做成18墙。第2和第3段就把不足的地方全切掉，这样墙体全搁我这边了。我没想到的是，又2次翻车，这样砌法会导致这边墙面不平，接着裁。我定的还有12宽的砖，第一段找平，直接改砌12砖就好了，完美解决了2次翻车问题，怪叫我大聪明。由于改了方案，导致砂浆省了很多，顺便把2楼隔墙也砌起来。爸爸，你小声点，我们不要穿会害到你头顶，你还没切到手啊。花了3、4天，终于把院墙砌好了。对于从没砌过墙的我，挑战还是很大的。白帝给我加油来了。砌墙除了坚固外，更重要的是要直，不能凹凸不平。水平仪和拉线都安排上。砌了几批砖后，感觉有经验了。看我这手法还不错吧？这砖虽然叫轻质砖，但一点也不轻，半天就砌这么点。晚上加个班继续干。第2天，由于就我一个人，没怎么拍视频，把中间这段也砌起来了。
结合处，我计划是砌一个红砖构造柱，混凝土的实在搞不来，感觉这样也挺结实。第3天准备把墙体砌完，亲着墙之间直了筋，防止后期收缩开裂。为了省事，直接用胶泥代替了直筋胶。3块的加气砖都是用锯子去开的，再轻轻磕一下。监工狗子认为办得不错。上班累不累？我从小就有垒墙盖房的梦想，现在也算实现了。幸亏一直有老婆的帮助，构造柱做了马牙茬，可以拉紧两边的墙。终于摸黑砌完最后一砖，小电驴的灯还挺亮。这是我们夫妻花了3天完成的。临时决定还是把走廊的砌到顶，做了油漆就会好看很多。接下来还会有好几天的瓦匠活，先从2楼开始，还买了一些钢筋段，很不巧赶上现在建材大涨价。加气砖12×30×60规格的6元一块，15×30×60的7元一块，总共订了7件，可以垒90平方。第2天晚上已经送来了。红砖在我早上还在睡觉的时候就送到了，监工狗子非常敬业，走哪看哪。这小尾巴扫地确实不错。这长得高美了吧？爸爸，你开始垒了。我在搬砖。试一下吧。红砖一车2500块，要850元，水泥25元一袋，沙子更贵，一车4.7吨，要900元。从没有垒过墙的我，看到这一堆堆的砖，还是有点发怵的。现在装修才算开始，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：院子前后有60厘米落差，斜坡状的，怎样砌出来水平的墙基呢？有知道的家人们评论区告诉我。带了一个小木狗回来。今天开始砌院墙了，新买的半灰机很省力气。准备找平，放线，撒上水，开始砌砖。这是我第1次砌墙，没有经验，想的比做的多。由于地面落差大，想了很久，决定采用分段式找平，参考了安徽特有的马头墙造型，墙体做成台阶式，这样不至于河边墙体过高。监工狗子干活时竟然去约会了，我去带了一个小母狗回来。看我做的还算有模有样吧？因为想的太多，一下午时间才砌了这么点。晚上加个班，接着干。监工都这样吗？白柳的果盆怎么样？合不合格？让我检查检查。或者这样，看着敬业一点。白地你挡光了，啥也不是。最上面用水泥砂浆找平，做好的还不错吧？第2天接着把剩下的找平做完。一个人干活除了孤单，还有腰也要断了。还是有老婆帮忙的好。砖头成了找平的神器，花了1天半时间，分了3段做完。明天开始砌加气砖，开下最后一个卷帘门，从2侧砌出墙垛。大门预留了1.8米宽度，没有像邻居家那样留4开门。我一直觉得门太大有点土，门两边各做了一个装饰柱，这样入户门显得有深度，更精致。装饰柱门头上方也要砌到顶。收缝我用的是发泡胶填充，要选用硬质发泡胶，均匀挤在缝里。隔1天胶完全发泡干燥后，用美工刀切掉多余的部分，后面就可以正常批灰了。如果墙顶缝隙比较大，可以红砖斜砌。像这样只有一点缝的，可以采用发泡胶填充。在发泡胶使用范围上也展示了这种用法。
到目前为止，砌墙是告一段落了。这几个月来，利用空闲时间，几乎是砌了半套房子，把原本不满意的地方重新改造了，还有一些格局留给后面木工阶段改造。接下来做一下收尾工作，下一步开始改造水电，窗户也开始钉做了。墙面我打算预埋完管道再批灰，后面进度会加快，一定要持续关注我哦。还是在没亮灯的情况下，一刻黄金进去了。今天看我如何低成本打造高级感楼梯，楼梯是7字形结构，比较单调。今天先做基础改造，加大1、2踏步的面积，会让楼梯更显高级。我的方法是先用砖砌出整体轮廓，然后再回填抹面。正好楼上改造时留下了很多间杂，这样一边清理垃圾，一边回填楼梯，省钱又省事。回填差不多时，在表面填一层黄沙，用来填满空隙，然后采取浇透水。下浆用沙子水泥3:1比例拌稀一点，浇面4到5公分厚，然后抹子抹平。等水泥干一些，把侧边也披上灰，因为后面还要贴砖。现在只简单的抹了面。用塑料梳子找平做光后，1层就搞定了。第二天等第1层干了后，再用同样的方法改第2层踏步。第2层宽度是第1层的1半，是第3层的2倍。这边也做出2级台阶，这样做出来的厚度自然，比较好看。改造总花费70元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买回材料后，开始进入了水电改造阶段。厨卫都是新盖的，下水管也都要先开槽，放上管子试一下平整度，然后呢放水检查一下坡度，水能自然的流走就说明就可以了。院子里前段时间我老公已经挖好了槽，这里是排水主管的，从房子一直排到河边的化粪池。粘水管是我老公第1次干，看着还有模有样子。管子粘好后要看一下坡度，有一定的坡度才好排水。然后就是不停的粘，不停的粘，不停的粘，一直粘。卫生间里的水管要先截好摆放一下，看看它合不合适，没有的问题的话再粘上。马桶管要放直，水管主管道用的是110的管，中间用的是75的管，末端用的是50的管，不同的管用变径环连在一起，看着怪复杂的，只要不漏水就好了。水管是要埋在地下的，尽量选择一些品牌的质量好一点的用，避免后期出问题会比较麻烦。水电改造这部分的钱呢，我们就省不了了。地漏和淋浴的下水单独做了一个管，在外面和主管汇合，这样可以减少反臭。洗手池我老公设计的是强排水，后期打算装悬浮洗手台，没有卫生死角。厨房的下水也一并做好了，水管看起来就像一棵树一样。我老公说这样做可以尽量减少堵塞，反正我也不懂。大家看一下，这第1次做的可还行。先按设计测量好打孔位置。浴缸、淋浴、马桶、地漏、脸池，开始打孔。对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。打孔完成，获得装修纪念品。水管先用发泡胶固定下半段，防止堵漏网漏下去。搅拌堵漏网成糊状，再从上面浇进缝隙里。前几天把楼上下水也改好了，
排水管先按设计组装好。这2天在忙着砌花池，忘了更新。楼上的排水都是要在1楼顶上做，腰不好的都干不来。水管需要先预装测试一下，确认没问题了再打胶粘上。先把主排水管安装好，老丈人心疼我来帮忙了。洗浴排水都接到主排水管上，所有管道都设计一定的倾斜度。看我第一次做的有点意思，因为有道梁挡着，洗手池从下游接进去。弯头不够了，切个存水弯改一下，把楼上1扭的排水管也一并预留好，接在洗手池排水上。卫生间下面的大功告成了，后边穿过楼下卧室房顶，这样就能排到户外了。就是不知道楼上冲厕所，楼下什么感觉？放点水，测试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漏水的地方。好了，下期见。下水管已经给填满好了，本来计划先做水电的，但是一屋子的沙子砖头也没法用，还是先用吊水。靠窗户边做了一个设备平台，简单又粗糙。院子里之前挖好的坑也在填，本来打算后面再2院的，现在怎么方便就怎么了。这里是个户外洗手池，这2天太热，都把我晒黑不少，花了2天时间把花池水池找起来。早上有一个电话，叫了1车土来，这么大一车只要140块，洗就洗，在城市里就只够买2袋的。这里打算用砖砌一个实心的座椅，后面再涂上防水布就完事了。大概的形状已经出来了，屋里的沙子砖头也用完了，把不要钱的建在偏地上，刚建完就后悔。旁边的水池没有不净化池，这个座椅下面的空间不是正好可以坐吗？就说你要不要把绳子扒拉回来净化池呢？谈到这屋时，发现这个入户门在墙中间，这样不管怎么布局，门都会冲着床，暂时也就无法布线。追求完美的我再折腾一把，把门挪个窝，设计门留在靠墙15公分处，这样可以使空间合理利落起来。砌墙改造现在已经轻车熟路，很快就开了一个新门。接下来拆掉旧门，拆门的过程也让我了解了门的固定方法，以后安装门知道怎么装了。拆墙的时候看到了这种空心墙的砌法，于是完整的复制过来，还别说，又省材料又快，这样门就移走了。过了2天才开始粉的墙，这也是我第1次粉墙，之前只有理论知识。抹完灰要用铐齿刮平，不平的再继续抹灰，继续刮平，直到完成平粉，然后用塑料搓子磨平，最后用金属抹刀收光，里外都抹上了，就当练手了。这样后面大面积墙面抹灰就有信心了。抹完的效果还不错吧，与之前2侧墙体齐平，顺便也练习了一下仰角抹灰技术，看上去比断墙好看多了。下期看我如何开槽。今天开个槽脏的让我怀疑人生。墙上盘完只有我能看得懂的线以后，用借来的开槽机带水切割。第1次使用，好家伙，甩了我一身泥浆。本来信誓旦旦的我，开出的第1个槽居然是这样的。好在我会总结经验，会一会就可以开得很直了。有那么点意思。第2天吸取经验了，全副武装，但总感觉闷得喘不过气来。要说这装修什么活最脏人，开槽说第2，没有能说第1了，分分钟云里雾里。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楼下卧室的地砖也被我顺便撬了，咱换新的。切割完还得用电镐一点点打掉。楼上楼下一共开了100来个槽，阿基都装了10几桶，这家伙可把我累的。明天开始埋线盒，再见再见再见。今天开始埋线盒，之前也做过攻略，用什么材料固定线盒，有直接钉上的，有用水泥砂浆的，也有用嵌缝石膏的。我最终选用的是砌墙剩下的涂砖胶，测试了一下，固定后特别牢固，也不易开裂。先根据需要敲掉笔盒的孔，我选的这种笔盒可以连接起来，这样以后装好开关比较整齐。
在线槽内四周抹上胶泥，底盒背面也抹上，放在槽内压紧，并用胶泥填满四周缝隙。然后用激光水平仪调整平整度，用同样的方法安装了弱电箱和2个强电箱，以及140个线盒。有时候也很佩服自己的。顺便把花园的水电也改好了，看我这手法还行吧？标准双眼皮，这里预留一个水龙头，以后喂鱼池加水就方便了。关注我，下期看我如何走线。今天继续铺地暖，一个人装修农村房，即将实现有地暖的梦想。上期已经把保温板铺好了，今天先在保温板上撒点水，然后就可以铺反射膜了。反射膜可以将地暖热量向上反射，提高供暖效果。这种带格子的也方便后期盘地暖管。铺好后找一块板把反射膜摊平，记得每张膜的格子要对齐。相连的膜要压5厘米铺贴。我选的这种反射膜是纯铝材质的，相比于镀铝的要更耐用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一定非得品牌的，质量达标就可以了。地暖管我用的是4分 PERT 管，管子上面都有米数，方便计算长度。对于大空间回路长的，我觉得4分管可以保证流速。也不至于造成进回水温差过大，撒上保温钉就可以盘管了。由于是第一次做这个，我还是大意了。冬天的保温管硬得像弹簧一样，现学的左右放管法也不好使，于是就直接开始盘管试一试。这一大坨像弹簧一样的管子，在绕了2个弯之后，直接弹了起来。要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转着放管，就可以把弹性卸了。家里找了半天，搬来了一个餐桌面，这样把管子放在上面，就可以一边放一边转。这个方法果然有用，很快就盘好了一个回路，看着像不像一大盘蚊香？1楼总共计划铺了5个回路，客厅2组，餐厅1组，卫生间1组，卧室1组，每个回路控制在60米左右。做180度弯头还用上了热风枪，加热后管子会软很多。做大弯头可以保证流速。卫生间的管子一直铺到淋浴区，以后冬天也可以热乎的洗澡了。厨房我是没有铺的，所有柜体下面都是不能铺管子的，热量散不掉会导致柜子开裂变形。1楼铺完还剩1米的管子，虽然我没有做设计图，但是材料计算的还是非常准的。客厅面积比较大，每隔4米我贴了一个伸缩条，整体做完就是这样的。明天继续铺2楼的。很多朋友都问我自己铺地暖花了多少钱，今天来算给大家看看。最近在当了几天天选做饭人之后，自己也中招了。我倒没有发烧，就是头疼头晕的厉害，靠着几款型的铺热系统挺了过去，不过还没有完全好，吹点风就又疼起来了。就这样还是抽了点时间把2楼的地暖盘完了。除了保温板，其他材料基本都刚好够用，材料基本都是网购的。保温板是本地送来的，总共铺了210平方，1层铺了5厘米，14.5块1平方，2楼2厘米的5.8块1平方，花费2100。地暖管用了600米，共计1120。分水器2套，共计1090。反射膜230，保温边条110，卡丁胶带等辅材150，人工费0元。2层210平面积，单地暖铺设的总成本4800。自己一个人用了几天空闲时间，陆陆续续铺完。这里还没有算到的有回填费用和装外机的费用。
这些因为都还没有做，还不确定要花多少。回田是个体力活，刚阳过这几天都没敢动手，也不知道这个天气还能不能做回田。你也不要太拼了，你看看你怎么秃成这样？最近老爷老掉的厉害，你得学会照顾自己，别太累了。你看看，我猜就是空的。你小时候爱咳嗽，妈妈才给你带着这个葫芦，就是想让你多喝水，别上火。你就是不听。你这一个人在外面，也没人照顾。我想离开浪浪山，是不是该出去闯闯？哎呀，别瞎想，能有个干的不错了。你跟着大王好好干，争取早日修炼成精，这才是正事儿。前几天自己动手已经把地暖铺完了，今天准备回田，在回田之前要对管道进行施压，并做好打点标高，确保全屋回填在同一个平面上。回填材料用的是瓜子石和黄沙，还有425水泥。水泥砂石按照1:2:3左右的比例干拌均匀，先不用加水，这样会省很多力气，直接用干灰先回填。爬到了山顶，我想唱歌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。但是我还是累得不轻，半天就填了一个客厅的面积，用桶力又累又慢。第二天从邻居那借来一个小车，这样就省了很多力气。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回填完后就开始浇水了，必须让干灰吃透水。之前抹墙的工具现在又派上了大用，打磨地面超级好用。补平的地方用2米靠尺再刮一下。第3天继续回填餐厅和卧室，这可真是个体力活啊！几天时间全人工拌了4吨石子、2吨半沙子、20袋水，还要用小车推到屋里，并平摊了110方的地面。这个镜头有点奇怪呢。得亏买了这个打磨器，真的越用越顺手。要是手动打磨，估计老腰得断。因为上面还要铺瓷砖，地面打磨得很粗糙，全屋控制在1厘米水平误差就可以了。自己动手铺的地暖，赶在降温之前把2楼回填了。有个开叉车的邻居是多么的重要，这些材料要是自己搬上去得累死。这扇窗一直没有安装，就等这一天了。回填流程和1楼一样，每天翻水泥石子，饭量都变大，一个人拌料填料，没啥技术含量，却累死个性。回填完工了，这间房需要等后面再做，回填需要等地面干透才能贴砖，正好过年这段时间够用了。从老丈人家回来过年了，从小年就能感受到年味了。这是我自个儿的家，也是农村小别墅样式。这个烟花有点坑，该儿子放弃了。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我打算用10万完成硬装，改造已经有1年有余，估计没有比我还慢的了。这不天气渐渐暖和了，为了能早点让花草成型，先把未完工的院子给完成了。由于墙面开裂，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，导致院子一直处在烂尾阶段。院子最南边的有1米多地面，因为太靠近河边，已经沉降折断了。为了阻止继续沉降，我决定直接挖了。当时铺的还挺厚，有15公分，就是没有加钢筋，要不然也不会断了。挖开后可以做成一个小花园，
河边一直是荒芜的状态，长了不少野树，先清理掉。不然我计划做一个钓鱼台，但只有钓鱼台会有点单调，旁边都是杂草杂树，于是我决定在斜坡边上砌2个花池，做成一个隔断，这边再砌一个楼梯，直接通到河边。院子里砌墙砸墙剩了不少旧砖，这2个花池都是用旧砖垒起来的，总共花费2袋水泥和一些沙子。这种低成本的改造深得我心啊！花了半天加1个晚上的时间搞定。因为是在斜坡上，花池也是做的台阶状的，计划在里面种上一些常绿植物，充当一个天然的隔离带。花池准备做成白色的，这样会显得很干净治愈。目前在考虑是贴砖好还是直接刷漆呢？我把水泥地给封起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正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自己动手改造农村房进行中，今天计划把未完工的花园继续做完。这面墙是我自己砌的，去年因为一场暴雨导致院子沉降，刚开始还只是个小裂缝，现在已经能塞进一只手了。主要原因是地面沉降拉断了墙体，一开始是计划把南面这些裂了的墙拆了重新砌，但考虑对面是人家的仓库，就改成了 B 计划，直接缝合。买了一些钢筋，让老板加工成了订书钉的样子，只不过是超大号的订书钉，之前买的感觉细了一点，重新加工用的是12厘的钢筋。我要把裂开的地面缝起来，先划线确定好缝合的位置，然后在两端打上眼。我是直接打穿了水泥地面，然后冲洗掉里面的灰尘，把钢筋放进去试试看。干了之后就开始注入紫金胶了，为此我还特意买了一把胶枪，这一次性的成本也不小。提掉前端的胶水，用气吹吹掉浮灰，挤入8成满的紫金胶就可以了。然后上钢筋，钢筋要离地面留一点空间。等12小时紫金胶干了之后，就可以上混凝土了。我做了大约有10公分厚，每间隔1米做了一个，主要目的是防止地面继续朝河边沉降，这样上面的墙体也就不会继续开裂了。大家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？墙面现在的裂缝我钉了4层钢丝网，其余墙面也都是满挂钢网，然后就可以粉刷起来了。已经粉了一套房子的我，现在粉墙也很有经验了。粉完后的墙面终于好看了。最近天是越来越暖和了，我想趁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先把花园弄好，于是又买了一些砖回来。这个砖有很多洞，好奇怪。这里凿开的地方也是准备改成一个花池。我一个人用了2个晚上，加上1个下午的时间，改完了院子的南墙，新增了2个花池和1个小围墙。谁在偷笑呢？我靠着大栅栏，吹着风，唱着歌，睡着了。吉他特聪明，中点进退。连光洒在路上，却不怕心碎。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围墙上以后要做上木头围栏和一个木门，这样花园的雏形就基本完工了。上期已经砌好了院内的花池，今天准备动手把期待已久的楼梯做出来。这期视频有点长，大家搬好板凳慢慢看哦。这个楼梯是从院子通往河边的，原本计划简单的用砖砌出来一个就可以了，但是这个坡上都是建渣，我怕砖砌的容易倒，于是我考虑起橡胶的楼梯，正好材料都有。钢筋是之前为了修补墙面买的，没有使用上，但是之前也从来没有做过，于是简单了解一下后就开始动工了。后面用花池挖出来的石子垫了一层。橡胶楼梯首先得扎钢筋，重筋是14号的，横筋是6号的，因为都是剩下的，也没有再花钱。扎钢筋我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。扎好后按照设计踏步，先在墙上把踏步画出来。原本感觉第一次做还挺顺利，结果感觉要翻车的时候，还真就翻车了。不够了呀！踏步越画越低了。经过老婆的提醒，现场改起了方案，把中间2个踏步合并成1个踏步，做成一个台阶。长了一半呀！顺坡的楼梯变成了2段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你数学是有多差？你就跟我讲，你数学课考及格过。
定的阶段。开始找借口。再来一个小平台。嘴硬中。就是不承认设计失误。我在这怀疑人生，我们的监工狗子在另一侧思考狗生。我估计他也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。虽然做了一个平台出来，但是最后一步还是低了，只能往下再挖一点了。接下来就是开始制模板了，先加工几个木方块，按照踏步垂直的方向钉在墙面上，然后加工模板需要的材料。模板用的都是废料，连拆下来的门框都没有逃过。先织好侧板，再开始钉踏步板，一边钉在木方上，另一边钉在侧板上。这里我们家摄影师差点就掉沟里了，给侧板加长一些，继续切一点门框。这是模板完工后的样子。下午在老丈人的帮助下开始拌混凝土了，砂石都是之前回田用地暖剩下来的，拌好后的料从上面直接往里倒就可以了。这里还有第二次翻车，踏步模板被混凝土撑起了大肚子，这个只能等拆模板的时候修复了。经过2天的努力，楼梯终于完工了。第2天水泥干了一些之后，就可以拆模了。边拆模还要一边修复大肚子的台阶，修复好的台阶还需要用砂浆抹平一下。这个10踏步的楼梯，我用了2根钢筋90元，3袋水泥50，砂石60元。前几天已经完成了花园结构改造，总觉得普通了点。今天开始进入美化阶段。原本想做这样的效果，但觉得台面会不耐脏，于是拉来一些花岗岩石材，准备给所有台面都铺一层。最近还做了一些杂七杂八的活，这个小门不对称，给打了重修。西面的墙太高了，也打了。2楼这边少了个落水管，咱也得补上，虽然是2家共用的。头顶上这些钢架早就看不顺眼了，也一起给拆了。这下天空终于纯净了。花台贴边只有15厘米宽度。1块600的砖正好可以裁4个。经过一顿忙活，我这里变成了个小型石材加工厂了。网上买的花陆续都到了，更得加快进度了。这棵2米高的香妃茶花又香又美。除了花台边，院墙上也都贴了一层石材，选择石材贴面而不是用红砖，这样出来的极简效果更好。只是没买到黑色石材，不然会更好看。我靠着大栅栏，吹着风，唱着歌，睡着了。我期待着聪明中共进退，眼光散在路上却不怕心碎。一边贴一边要找好水平。
花了2个晚上的时间，极窄的墙沿都贴完了，花台也全部贴了边，这样以后浇花种树打理起来容易得多，适合我这样的懒人。接下来就可以刷白了。屋里发现的这个土球，有人知道是什么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自己折腾农村房的阿正。为了争取天热之前把花草都种了，我打算提前把小院改造出来。小院总共预算就1万，分到各个项目就更紧巴巴了。因为计划中的花园是白色的围墙、白色花池，地面铺装石英砖和防腐木，河边还要弄个钓鱼台，院子里还要弄一个循环鱼池和葡萄架。以上这些就是1万块要花的地方，给很多做庭院的大神看来简直不可能。不过我全部都是自己弄的，这一点就省下了太多。上期给花池和院墙都贴好了顶砖，今天开始做墙漆。在做庭院之前就已经了解了很多种外墙漆了，网上订过的话，真石漆和水包沙价格差别不大，都在25元左右一瓶。还有一种质感漆，20元左右一瓶。水包沙都是大理石颜色，不符合小院的风格，20。真石漆需要喷涂上墙，施工时需要遮蔽，一个人做比较麻烦，也没有大型漆泵。质感漆是披刮上墙的，像腻子一样简单很多。之前已经买过小样测试过了，干了之后像石头一样很硬，可以随意做纹理。最终选用了质感漆，水泥墙也可以直接使用。施工第一步，先刷一遍封闭底漆。这一步对于做任何漆都很重要。之前有了解过说真石漆容易起皮脱落，很可能就是少了这一步没有做。真正按照步骤做下来的都会很坚固的。质感漆也是一样，商家说可以用20年，不过这个也有待于时间的考证。刷过底漆的墙面像荷叶一样是不沾水的，质感漆是粉状的，加水就能用。外墙的还需要添加一个水性树脂，增加耐候性。按照比例搅拌均匀，放几分钟再搅拌一下就可以用了。既然是刷漆，当然得有2把刷子。刚开始披刮上墙还是要做一下测试，看一下到底哪种纹理好看。纠结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决定先刷一遍横纹的。结果老婆来看了说不好看，我又刷了一面颗粒状的。这个灯光下果然好看，因为是外墙，我做的颗粒感比较强，我觉得这样更有立体质感。用这种专用的拉毛滚筒就可以实现。先平批一遍漆料，再滚几下就完事了。等过了几天，漆面完全干透后，再滚一面皂面漆。皂面漆可以起到防晒防污的作用。如果你们家的墙漆不耐脏，那就肯定是没有滚涂皂面漆。不管大家选择哪一种外墙漆，都要让师傅按照施工顺序一遍不少的做完。前期麻烦点，可以让以后轻松很多。看我这阳光下的墙面是不是好看了很多？在保留美观效果的情况下，这应该是做外墙最便宜的方案了。我的院子里有4间厢房，今天就拿它们来展示给大家看看。没错，就是外墙乳胶漆了。从救火队里找个趁手的管子，这竟然还是个带刀的。刷外墙漆工具只有2个，滚筒和毛刷。这个铁管就是用来绑滚筒的，竹竿木棍也都可以。外墙乳胶漆我买的160一桶，商家说可以刷50平方2遍，但我是直接上水泥墙的，能刷1遍就不错了。注意哦，室内用的乳胶漆是不能用在外墙的。在涂刷之前，按照惯例先做实验，达到纯白效果为止。今天先把前面这面墙做完。滚涂乳胶漆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，大家都可以做，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，千万要涂细致一点。墙体1米以下要事先刷一遍界面剂或底漆，防止回潮。第一遍乳胶漆过后，还是可以很明显看到墙面痕迹的。可以等2个小时过后，表面干燥，再滚涂第2遍。刷过第2遍之后，漆膜就厚实了很多，已经看不到水泥墙的颜色了。同时，水泥墙直接刷漆还可以保留水泥墙的颗粒质感。接下来就该毛刷上场了，主要是各个阴角缝、滚涂不到位的地方，用小刷子去修补一下。全部刷完之后，再检查一下墙面，不均匀的地方最好再滚涂一下。想要耐脏防水效果更好的，最好再刷一遍皂面漆。我这一面墙出去门窗大约有45平方，滚涂2遍用了1桶半油漆，花费240，1平方大约5块，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。俗话说一白遮百丑，用在这里也非常合适。随着小院整体变白，连阳光都刺眼了许多，就是这门窗跟个牢房似的。前面有朋友留言说可以先用滚筒滚涂腻子拉毛，然后再用乳胶漆罩面，我觉得也是个很不错的方案。大家可以试试看，你们是做成斜坡还是改成踏步了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自己折腾农村房的阿正，最近一直在忙着改造小院，
这几天做的都是一些看不到效果的活，虽然在忙，但是总想更新一些有用的东西。我的院子是一个长条形的，从门口到河边总共有80厘米的坡度，而且还分布不均匀，先是陡坡，再是一个大缓坡，除了排水顺畅，没有优点。想要庭院整体好看，就必须要做好每一个细节。我设计的小院地面一半铺石英砖，一半铺防腐木，最终下来整个庭院是一个水平的状态。门口这里是一个陡坡，1米多的距离就有35厘米落差，没办法铺砖。经过测量计算后，打算做3个悬浮踏步出来，就像这样。中国传统踏步是做单不做双，原本2个踏步就能解决的，被我硬生生的挤出来3个。做踏步之前要先把门口这里清理出来，铺砖的时候要一起铺出来。自装的优势就是可以同时做水电工、油漆工、泥瓦工，各种工种无缝衔接。室内地砖到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但一直没敢贴，现在正好先把室外地砖贴上，顺便练练手。墙面漆刷完后，河边这里预留的栅栏也可以安装了，买了几个专用的安装配件，喷上黑色漆，这样安装起来比较美观。栅栏是之前拆旧墙留下来的，觉得颜值还可以，就旧物利用了。这种黑白搭配起来的颜值也是很能打的，也是一个省钱又好看的改造。咱就说吧，河边这风景谁看谁不心动，我家白地也是无水不还。这下好了，以后可以直接在河边洗澡了。做悬浮踏步，首先要把基础垒起来，根据设计高度垒了3个台阶，每个踏步11厘米，并在此之前把隐藏灯带的电源预留好。为了让每块地砖正好做一个踏步，要注意踏步的宽度要预留在55厘米，这样铺贴出来会更好看。基础需要凝固2天。下期给大家展示完整的悬浮踏步施工过程。提前改造小院就是为了等着栽花的这一天，这样等室内装修完，植物们也差不多长成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正，最近又2次阳性了，发烧了1天1夜，贴砖暂时没有力气了。前2天趁着降温下雨，把院子里的花给栽上了。种花之前要先改良土壤，疏松透气的有营养的土才适合栽种。我用的是田园土加椰糠加羊粪组合的，并且要在栽种之前再上一层羊粪作为底回。院子里已经种上的是前不久在网上买的，这棵蓝莓果树现在已经开花了，还有这棵罗汉松是下了好大决心才下单的，也是我买的最贵的一棵植物了。虽然是低成本改造，但是该有的还得有，作为庭院 C 位植物，气势不能少。这棵2米高的香妃茶花是从四川大老远运过来的，据说是茶花中最香的品种。还有一棵中华木绣球，咱们就从小开始养吧，大的真买不起。这棵是东方亮茶花，这个可是香奈儿同款的茶花哟。罗汉松是种在了北面最大的花池里，也是院子里位置最高的地方。其实我回来这几年也培养了不少盆栽，所以大部分的植物都不需要再花钱了。月季我养了至少有20个品种，还有各式各样的绣球。常见的一些品种我基本都有，龙沙宝石就养了有3种颜色的了。找到靠谱的店铺还是能省不少心思的。这棵车厘子树买了有3年了，长得倒不小，但是一直没有开花，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吃上果子。后院里还有几棵超大的蔷薇，估计有上千个花骨朵。当然我也是树前大学毕业的，这个小白花就是毕业作品。这个园子里是丈母娘前几年扦插的小苗，现在都已经长成大树苗了，足够我使用了。这棵玉兰不仅花好看，叶片也很美，就先把它挖走吧。再挖几棵南天竹，还有枫树和紫薇，就连工具都干断了。接下来就是根据植物习性来安排种植位置了。枫树是喜欢半阴的地方，种在西面靠墙的地方，夏天下午不会被太阳烤干。南天竹和紫薇需要光照多一点，种在东面，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光照。高杆的种完就开始安排中景的植物了。小院里都是现成的，直接搬就可以了。大多数以绣球和月季为主，再搭配一些常绿植物，就这样一车接一车，冒着雨把花草都安排上了。刚种下还不是太好看，种植密度也不能太大，要给植物留一些生长空间，这样还差一些低矮和耐阴的植物作为铺面就完工了。等全部成型了，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期关于各类植物的种植搭配方法。
还有小院的花费。低成本打造高级感悬浮踏步的全过程，上期已经把踏步基础做了出来，经过几天硬化后，终于可以贴砖了。当然，在贴砖之前要准备一些必备的工具，联动插座和倒角神器，这样一边切砖可以一边供水，一个人也可以做出很漂亮的海棠角了。我这也是第一次做，心里没底，还是先拿废瓷砖练练手吧。貌似还可以哦。做悬浮踏步需要先把踏步做出来，把瓷砖切割成8厘米的长条，踏步是10厘米高的，下挂7厘米，需要预留3厘米的缝隙。接下来需要把每一块踏步砖的一侧倒角，这也不比专业设备切的差多少嘛。这边找工厂加工倒角1米就要10元了，掐指一算又省了好多钱。下挂也需要倒角，这样碰角就变成了漂亮的海棠角。再找块不要钱的瓷砖，还是切割成8厘米的长条，用来做加厚层。加厚层可以增强悬空的强度，还增加了下挂的粘胶面积，更牢固。接骨胶戳个洞就可以用了。把加厚瓷砖条先粘上，然后把缝隙处再次打胶，再把下挂条粘上，用胶带固定一下，然后用直角尺调整一下角度就 OK 了。我3个踏步总共做了有12块这样的砖。踏步砖侧面是这样的，做好的砖需要彻底干透了才能使用。从仓库里找到了一些不要钱的踢脚线做立砖，这个踢脚线宽度刚好10厘米，而且是黑色的，太合适不过了。之所以用黑色的，是为了悬浮感更真实，浅色的都会很假。这个也是要提前贴好的，干透了才能做下一步。接下来就开始做铺贴方案了。算了很久，还是决定不对缝铺贴了。铺砖需要用2种砂灰，干一些的是水泥黄沙1比5比例的，手握成团就可以了。连接我用的是1比1的砂浆，看我几秒钟就贴完了。你就说快不快吧。这里就能看到为什么用黑色立砖了。接下来再给它加上点灵魂灯带，在铺贴之前要先预留好隐藏灯线，灯带可以按照需要剪裁成合适的长度，剪好后再把每个灯带焊接上灯线，焊接好是这样的，然后直接连接上电线就可以了。连接好后，把灯带粘贴在凹槽的内侧。贴砖作为装修大项，没有一定的技术很难铺贴好，而我就是那个没有技术的人。俗话说万事开头难，贴砖也是如此。第一块砖的铺贴难度要远远比其他地方多得多。这一块砖决定了整个地面的高度、坡度，还有缝隙的排列。如何做到既美观又省砖，需要提前花点功夫去排版。我的第一块砖就需要开孔，给这块砖又增添了一些功夫。凭着一点理论知识就敢开工的我，在反复测量比对后，终于开始抹灰铺贴了。先用的是最传统的铺贴工艺，也应该是最简单的了。就是在我充满信心的铺完之后，下一块砖就狠狠的打脸了。我猜是砖的质量不够好，不要紧，接掉再来一块，水泥洒点水还可以利用呢。我老爸是个老瓦工，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活。抹灰也是凭着印象来的，因为是庭院里铺砖，还要考虑到地面排水，所以没有一块砖是水平的。一晚上也就铺了这么几块，当然牺牲的也不少。后来一次砂浆和稀了，我又尝试了泼浆铺贴，感觉要比抹灰轻松一些，省了抹浆的时间。买的平铺机感觉铺地砖并不好用，还没有皮锤快，虽然敲碎了几块砖，但是质量上还过得去。后面的铺贴是抹浆加泼浆结合一起来铺的，遇到转角切割，我都是先开孔再切割，保证转角是圆弧的，这样不容易开裂。开大孔也是如此。铺了几天后发现，原来胶浆铺贴的比抹浆的空弧少的很多，于是乎后面的全部用胶浆铺完了。总共有40-50平方的面积，陆陆续续铺了有7-8天才铺完。终于最后一块砖也铺完了，感觉没有空鼓的对吧？其实是空鼓的没有敲给你看而已。干了之后清洗一下，小院瞬间变得好看了。院子里预埋的这根粗钢管，有没有朋友猜到是干嘛的呢？
下面是超详细流程。在之前砌花池的时候，已经砌好了洗手池的框架，宽0.6米，高0.8米，长1.9米，并提前预买了水电线路。接下来就是从贴砖继续施工，因为是花小钱办大事，该省的必须省。从仓库里找到一些800的就地砖，因为不太好看，就贴在了洗手池下面。没有就地砖的小伙伴们，可以去瓷砖店去买瑕疵砖，价格也是相当便宜。瓷砖上墙我还是头一次贴，就当是找点手感。后面还有2位艺厨等着我呢。全瓷砖用水泥照样可以贴，我的每块砖都做了咬合，基本不会松动脱落。瓷砖开孔要事先在边角打孔再切，防止应力开裂。做台面的砖我也是做了海棠角处理，基本结构是旧瓷砖正面朝下贴，中间钢筋水泥浇筑，上面再贴新砖作为台面。台面砖我买的是800×800的连纹地砖，18元一块。经过精密测量计算后，3块砖刚好够用。裁切好后继续贴砖，台面砖用结构胶粘好，把水槽扣在上面画出大小，然后缩进2厘米，再画一道，这个就是要裁切的大小了。信誓旦旦的开动切割机，却忘了要先开圆角孔，结果就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还好就地砖比较多，这里是真的不能偷懒，老实的再开孔再切割。我买的虽然是台上盆，但是实际上我要做台中盆，把台盆夹在瓷砖和台面之间，这样就需要把上面的瓷砖开出和台盆一样弧度的角。我用的是25毫米的开孔器，角度完全一致。把边条全部倒角后，就可以先粘贴了。水槽位置要用瓷砖条也贴一圈。外侧的海棠角先用结构胶粘住，并用胶带固定，等干了之后才可以做下一步，就是我这满手的结构胶要怎样才能洗掉啊？第2天结构胶基本干了，去掉胶带后找一些细钢筋来给台面做一个简单的钢筋网。做好之后用瓷砖块垫起来一点。全部准备好后是这样的。接下来开始浇台面，混凝土里最好加一些小石子，这样可以增加强度。整个台面浇筑5厘米厚度，并用抹子抹平。还要再等1天，水泥干后才可以进行下一步。先把台面放上去试一下，就是这孔既然开歪了，挑个好欺负的修一下吧。台面用水泥沙子就可以贴好，这里需要很仔细的去抹平，砂浆不能多也不能少。来了来了！这个瓷砖背面有脱模剂，需要用水泥刷掉后才可以贴。这样只要贴平整就好了。水槽上打上结构胶，以后不会松动。最后贴上挡水条，这个也是瓷砖切过来的。安装好水龙头、阀门、进出水，撕掉保护膜就大功告成了。连纹瓷砖台面密缝不跌，整体感非常好。只需要几十块钱就平替了几百上千的石材台面。全部费用在这里，等后面柜门做好了之后再给大家看最终效果。前面贴地砖还剩了不少瓷砖，我打算把设备平台、小花池、楼梯都给贴上。贴花池边用的都是余料，精打细算才是省钱王道。绝大的边境，万里不应天干净，爱你的世界上的千遍有回音。楼梯原本在浇筑的时候就考虑到贴砖了，每个踏步预留的是120厘米长、28厘米宽的，这样一块600×600的砖对半切，刚好够一个踏步的，可以不浪费一点瓷砖。就是这个院子排水管被我留坏了，有那么一点点丑，这样小院的贴砖活就全部干完了。网购的踏步石模具也到了，自己网上买一块踏步石得好几十块钱，那就自己做几个吧。模具里面倒一点机油，给它涂抹均匀，这样搓磨的时候会很轻松。把水泥、沙子、石子按照1:1:1比例搅拌均匀，倒进模具里，然后再放一点不要钱的钢筋和石子，把气泡敲掉。第2天就可以脱模了，但是第2个又加了一圈铁丝固定，再脱模看看。这个就好多了，像不像一块大月饼？莲花造型的寓意也好，就是每天只能做1个。这2块先放到厢房门口，然后把旁边的空地都种上佛家草和中华景天。为了省钱，现在种的都比较稀，等全部长满后，就会变成一块高级的草坪地。买的木材也到了，下期看我如何制止木凉亭。3月份花120块钱买的阳光玫瑰葡萄树，第1年就挂果了，就是这品种对不对还不太确定。为了不辜负葡萄树的努力，我决定买木材自己做一个葡萄架凉亭，把院子里积攒的垃圾清理一下就可以开工了。我买的木头是毛料，表面非常粗糙，为此还特意买了一个电刨子，
首先把所有的木材都爆一遍，因此还意外获得了一大堆木屑。对于爱种花的我来说，这可是好宝贝。爆完后用120目砂纸再全部打磨一遍，可以去除大部分毛刺，再换上400目砂纸细磨一遍，这样磨出来的木头就已经很光滑了。光是打磨木头我就花了好几个晚上。最近经常下雨，只能在室内干活，等全部打磨完，我也变成了白发苍苍的了。没想到做一个葡萄架竟然需要这么多木料。接下来准备开槽，所有的副梁都需要在两头开槽，安装的时候可以直接卡在主梁上。我是尝试了好多种切割工具才找到合适的，用曲线锯把凹槽可以完美的开出来，但是力度太粗，所有的切割工具都没有那么深，只能用锯子慢慢来了。下一步是刷漆，我选的是户外木蜡油，调了好几种颜色才选出自己想要的。给大家建议，户外千万不要用水性木蜡油，不到1年就起皮掉落。用天然材料的油性木蜡油可以吸收到木头里，保护性更好。我调的是红柚木色，刷出来有一种碳化木的既视感。刷完第2天就赶上下雨了，木材表面已经像荷叶一样不沾水了，全部准备好后就可以安装了。我用的这种不锈钢套筒，固定立柱，用膨胀螺丝直接钉在水泥地上，立柱放进去就可以了。激光水平仪辅助安装轻松很多。安装辅助梁的时候，我用的是这种木楔子固定，做榫卯结构我还没有太大把握，后面按照设想的样子全部钉起来就好了。户外螺丝尽量选用304不锈钢的，这样一个木梁亭的框架就完工了。但这并不是最终的样子，最后大概会做成这个样子，这样我的葡萄树也有地方生长啦。1000多给小院铺上了木地板，自己改造农村房上期把防腐木凉亭搭好了，这期把凉亭下面的地板给铺起来。铺地板首先要打龙骨，我用的是4x6厘米的方木，先用6色钢钉把边龙骨打上。切一些木块用来固定主龙骨。钢钉枪不回针了，拆开修一下。龙骨用木块固定起来，为了达到水平效果，每根龙骨的立柱都要比前面高一些。在监工狗子的看护下，终于全部搞定了。立柱一左一右站立的比较稳固，接下来就可以铺木地板了。地板用的是2厘米厚、4米长的，网上购买的只要18元一根，同规格的实体店问了32一根，这差价属实有点大了。第一次铺，首先要设计好排板，找一块5毫米的玻璃，统一一下留缝宽度，先用气钉枪顶丝固定一下，就这样全家出动铺板。花2分钟钉了个小板凳，儿子还挺喜欢。要不然我把那个这把呢？舒服吧？这是有点短，没事。第2天继续铺板，晚餐也挪到这里吃起来了。傍晚微风吹着，甚是舒服。终于完成了最后一块板子的铺设，接下来开始弹线，沿着木龙骨的方向都弹上线，然后沿线给每根龙骨
打上2个眼，塞入不锈钢螺丝，把木地板都固定在龙骨上面。又过了很久，螺丝全部打完了，地板算是铺完了。在出水口这里做了个活动井盖，方便以后疏通。最近经常下雨，尤其需要等天晴了才能做了。家里人都觉得原木色的很好看，那我只是刷清漆，还是上凉亭那种颜色呢？从院子到河边，这里一直还少一个门。前几天铺木地板剩了一些材料，我打算用自己做一个木门出来。首先还是把材料都曝光打磨一遍，这根是做凉亭剩下的材料，可以做木门两边的立柱。把它切块加工一下，就得了2根柱子。把切口刷上木蜡油。做木门之前要先把立柱固定，这样才能确定制作木门的宽度。先用钢钉固定，再打孔用机芯膨胀螺丝固定，这样就很牢固了。接下来按照确定的尺寸制作木门框架。我做的木门宽是93厘米，高度1.2米。框架摆好后，用直角码先固定一遍，有条件的也可以做榫卯固定。然后翻过来，把门板摆在上面，上下都要预留一些出来，并用螺丝固定在框架上。然后用线绑住笔，做个简单的圆规，画出门上面的弧线。接下来用曲线锯切割掉多余的部分，下面也要切平。切好后打磨一下切割的地方，门正面也要打磨一遍。我临时又给门加了2道斜的框架，这样更牢固。按照尺寸对比切割，固定上就完成了。去除多余的木粉，就得到了一扇花园门。在门下面放2块砖，放上木门，固定上荷叶。最后在门外再固定2根挡条，这样关门的时候就不会往外翻了。我用的是这种弹簧荷叶，开门的时候会自动闭合。把门打开到90度的时候，还可以自动卡住。这样一扇门就装好了。这是白天的样子，这是晚上的样子。就是刷什么颜色，我又犯难了。